我们结婚28年了，我觉得最近我们的心越来越远了。我觉得他考虑问题太复杂了，日子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去年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更加觉得这样的日子需要做一个了断了。他总是说我不跟他说话，不愿意理他，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麻烦每个人。我就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今后的日子到底应该怎么过。最近我想开了很多事情，我觉得一切都让它顺其自然吧。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金先生50岁，来自上海个体，有请金先生，有请。好，您好。吴女士51岁，来自上海退休，有请吴女士，有请。各位老师好。50、51，哎，51，对，好年纪啊！啥都想明白了，是吧？编导跟我说，他们今天来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愿望的。我们这个婚到底离不离？他们想听老师们发自内心的真东西。我说的对吧，大姐？就是咱们来这儿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没事儿啊。结婚多少年？28年。孩子多大了呀？孩子今年26岁了。男孩女孩啊？男孩。要结婚吗？还是已经结婚了？还没结婚。有对象了吗？对象有了。准儿媳妇见过吗？见过一次。满意吗？这个就是孩子满意，我们就满意了。怎么说呢？我跟他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拿孩子这块来说吧，我觉得孩子让他先事业有成，然后再谈婚论嫁这一块。他的观念就跟我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俩就为这个事情也经常吵。大哥什么观念呢？去年我生了其实讲是大病了，开了刀了嘛。前面我没身体好的时候都无所谓，小孩还小，再玩了几年也没事。但是我自从这个事情以后呢，想法不一样了所以我跟他意见不一样。我最好小孩能找到朋友的话，马上就是能结婚的。您的意思是一场大病改变了您对世界很多事物的认知方式？对，不一样的。还有什么让你们觉得生活里比较麻烦、不舒服、不开心呢？还有就是平时的话，因为他本来就不太在家的，所有的事情我所有的家务活啊什么的，全部我一个人承担掉的。然后他回到家的话，他什么事都不干的。打个比方，我在家，比如说孩子也在家，他也在家的话，我肯定要忙烧饭呀、干嘛这些事。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完了以后，我在厨房间，对吧？然后他就在洗衣机边上的沙发上，他都不会起来说把这个衣服你哪怕给我关一下，或者是把我弄一下，都没有这种的。您是说他生病之后是这样？那是生病之前的事情。生病之前就这样？对呀。厉总在江南待过，上海待过哈。对。上海这种男人不多见啊，至少我们听到的不多，是吧？菜市场全是男的呀。回家烧饭也是男的，老婆回家还要倒洗脚水呢。所以我就奇怪了，您说的不是您先生吧？就是他，你问他。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江浙沪一带的男人都是那种要下菜场、进厨房，围着老婆团团转的，老婆负责美丽，老公就要干各种家务的。您这可以啊，大哥。主持人，我跟你解释一下。这误读是吧？我是误解了是吧？不是那样的。对。不是，就是我其实家务事啊都可以的就是他嫌我做的不好比如说我今天去买个菜。烧好了他嫌甜了，嫌淡了。懂，对吧？听明白了。我曾经也是一个纯良少年，我也想给老婆买菜做饭，对，哪成想媳妇儿是一挑剔女子，害得我只能把这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您挑剔人家？我也没有挑剔，那我只不过是给他更提高一个比如说这次你做的不好，那你下次可以改进呀，那你不能不做呀，对吧？这不对的呀，对吧？那我不说烧菜的这块事情，我刚才就说的，你一个洗衣机你给我
我关一下开关，你这不要紧吧？您是不是害怕把洗衣机的开关给摁坏了？这个咱手重，你知道吗？这个倒不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那个洗衣机的事情，我关可以关的，但是关好了，我比如说衣服拿出来，对吧？我去晾的时候，我其实也做过的，晾好了他嫌不好，就是说要抖这个弄好啊，什么东西，这个懂。对，他嫌不好了啊，所以我一想就是你叫我去做，我做的，你不叫我肯定不做的啊，因为我做了等于白做。不仅白做，还得挨训。哎，对，这衣服怎么都没撑开呀？对不对？没抖了，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吗？没有那么他说的严重，他就是懒，他就是不想做。行，还有什么呀？这不是家庭的小事吗？多好多事情，因为我们夫妻之间肯定有什么事情，大家互相要谦让或者什么的。对，有什么事情也要互相信任，最关键的就是要互相信任这一点。他不信任您？他拿这个手机每天看了个手机，就生怕我要看他手机一样的。长期以来的话，我就心里要有想法的呀。你这样怕我看你手机，那你肯定有问题了，你才怕我看你呀。明白。否则你怕啥呢？对吧？这个您回应和解释一下。这个其实我怕他误会，比如说人家什么信息过来了，叫我出去啊好，叫我打麻将啊好，但是我怕他等会要说我，因为我近几年在外地工作嘛，几个月回来一次，对吧？回来一次的话，应该要家里怎么，就是我关心呀，没有做到，对吧？什么也没那个，我就怕他要说我，不是说藏的，就是放在旁边。明白了啊，这是手机这一块，还有什么呀？不是他得了伤病手术之后嘛，然后呢，我也是非常关心他，也不是说我每天待在家里，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吃好晚饭什么的，一起去散步，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就是运动了嘛，从来没有的。不会陪我说一块去上个，哪怕一起扔个垃圾，然后兜一圈，对吧？也很好。他从来做，我就在想，我们以后，就是说以后就是老来伴，大家就午下有个伴的，一块上步也是很开心的，对吧？从来没有陪我的。还有一个例子哈，他生日从来不叫上我的。这么多年吧，28年。对呀，他跟他的一帮朋友，过生日从来不带上我的。这是为啥？他其实很啰嗦的啊，就是我带他到我朋友一帮去，本来开心的一件事情，万一有一句话说的不好，就是我怕他发脾气走人啊，好，我没面子啊，等于。不是，您这朋友都是些什么朋友呢？怎么随便说一句话，你老婆就会发脾气呢？不是说他发脾气，就是我想我可能要碰到这种事情。这个解释太脆弱了28年就证明不信任我。的生日啊，从来没跟老婆一起过过，是这意思吧？他自己的生日他自己过，我的生日他从来不过的。就是还有一次我过生日哈，就都定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本来人也不多，你来一块参加，我说你要给我点面子，不参加我的生日的。后来从那次以后，我从来都不过生日的，我现在我都不过生日的。这是为啥？我不想就是跟他一帮朋友就是联系嘛，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这个人很内向的，喜欢热闹这样子。您不喜欢热闹，您的生日不是也年年过吗？也不是年年过，可能有的时候忘记也不过。也有，对吧？他在他没生病之前，然后我跟我儿子也讲了，我说我跟你爸爸现在越来越离得远了，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心走不到一块。一个家庭的话，如果说两个人的心不在一起的话，我说连财富都不会进来的。我跟你爸爸过不下去，我想跟他分开过了。儿子他倒也蛮好的，他就征求我们的意见。后来过了大概1个2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病了，他生病了，然后我们就这个话题就把他压回去了，也不说，然后我就全心全意照顾他。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大姐？如果大哥没生一场病，这婚已经离掉了。或许跟他分开了，是因为这一场病挽救了这个婚姻。对。大哥，你想过离婚吗？从来没想过。这个生病期间，或者在20多年的婚姻当中，您跟婆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呢？婆家人关系非常好的。因为我18年、17年的时候，我带我婆婆旅游他们家还不同意了，说哎呀年纪大了干嘛去？我说
妈妈就她妈妈嘛，现在还年轻，我说能走得动，我就带她旅游了好多地方。她女儿都没那么好，我就真的是把我婆婆带到这里旅游，带到那里旅游，给她拍了好多的照，我婆婆很开心的。所以我问完之后，我反而迷惑了啊，她跟先生婆家的关系也不错。也没有婆媳的纠纷啊，没有。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就非要离这个婚呢？怎么那么伤心呢？这个男人什么事儿让您就那么伤心呢？我就用3个点来形容吧。啊，就是第一点，他就是不会关心女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家务活做得很累的情况下，你哪怕说一句好听的话给我。我就心里很舒服了。这咱们都28年都过来了嘛。然后的话，还有就是说，你稍微做点，比如说我回来，有时候我回来晚的话，你偶尔给我烧饭，烧个菜。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我肯定也要他相伴，我们一起大家，比如说哪怕去散步，或者一起去旅游的，要有一个人陪伴的。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觉得我后半余生我还有什么意思呢？好，体贴和陪伴是您要的，对呀，对吧？对呀。主持人，我这样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在生病之前，可能忙事业，忙怎么在外面没有照顾到，这个没有关心啊，打个电话回来啊什么的，可能没空，就是是吧？后来生了病以后呢，就是刚才说的，他不是出去小区里遛弯嘛。他走得远的话，我可能走不动，我想躺着或者坐着。刚才您妻子其实说到了，在您生病之前1年前，其实她已经做好了跟您离婚的准备，您知道吗？他说是好像说过，但是我不放在心上的，因为我坚信不会离的。未来余生还愿意跟妻子一起走吗？肯定的。他提的这些问题您能改吗？可以，应该可以改。不是应该可以，你一定要改。你不改，我肯定跟你离的。我告诉你。哎呦，您这看起来架势就不像真离的意思啊！问问您啊，大姐，未来余生如果跟他一起过的话，您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可怕的呀，你不用看到我害怕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沟通，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上个礼拜的事情。那天我回来早了，因为我工作比较自由，虽然退休了，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比较自由的，没事我就可以回来的。因为他生病嘛，我也担心他的。回到家那天是12点半到家的，回到家他不在家我也没放在心上嘛。然后我就在家把家里的事情做什么的。然后他到了要5点钟才回来的，他以为我刚刚回来的，知道吗？他不知道我那么早回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去哪里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在楼下小区扔垃圾，扔好垃圾看他们打麻将。你说你能看人家打麻将4个多小时吗？而且你又是，生病的人，对吧？我肯定是不相信他的。然后被我说了，他没话说了。我这个就要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原因？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就说出去了，或者去喝茶了，或者干嘛，我不会说你什么的。只要你开心。意思吧？如果没有这个质量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怎么办呢？交给4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李总，金先生，我问你，就是在你大病的时候，
来，小文。其实我在听完这个大哥和大姐的这段婚姻当中，在我平常的直播间连麦当中，是太多这样相类似的案例了啊。其实不用说你们现在50多岁，刚刚结婚30多岁、40多岁的这个夫妻之间也存在一个问题，就像你们说的，沉默不语，无法沟通，一个想说，一个不想说。那么其实，在这么多的接麦过程当中呢，我就有一个总结啊，我说这个沉默不语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双方本身性格和观念就是不同，他们打一开始就沟通不了，这是骨子里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方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另外一方是被对方给吓住了，或者就不愿意懒得跟你说，你说你的，我不听。其实还有一个疑问点，我想问的是，好像我们这位大哥有点怕我们这个大姐。你为什么会怕他？对，就是怕嘛，就是怕他啰嗦，怕他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所以有的事情我索性不做了，我做了也白做。OK， 破罐子破摔，厉总说的太对了，破罐子破摔。大姐，如果您想得到您的爱人呢跟您的这个沟通互动交流的话，我想第一步先别让别人怕咱呀。你说让一个人怕咱，他还怎么能跟你说话呢？怎么能跟你交流呢？到头来，其实想一想，两个人都有问题，可能谁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谢谢小文老师。来，罗红兄，其实这位妻子早就眉头紧蹙。你要说什么？他不怕他。你在生活里头有的全是自私、傲慢、敏感，容不得别人对你有任何的挑剔指责，报复心极强。我相信妻子在生活里头的那一些小唠叨，比如说，哎呀，今天菜做咸了，就这么一句，但是可以在你这里成为
流泪啊？老师说的真的很对，全说到心坎里了，对的啊，太难。真情60秒。老婆，这个家需要你，我更需要你。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的，只要一个陪伴，只要平时关心一下就可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接下来当然要看大哥和大姐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个选择了啊！要看大哥和大姐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个选择了啊！请开门。怎么了？能出来好。肯定改啊！我一定改。大哥能改哈？一定改。你觉得其实就坦诚的面对。谢谢四位老师，真的是这样。谢谢大姐啊，我觉得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对。有些男人不能太给面子。你说今天你就不该出来，我们就是一舞台嘛，不出来不代表就要离婚嘛。对，你就应该在台上摔他一次，让他真切的感受一下我离开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心痛。您真的不应该出来。这就是他的善良。这就是这么多年为什么他还敢这么嚣张，大哥敢那么嚣张，他其实挺嚣张的。所以这个丈夫啊，用上海话说，不要领不清，好好的啊，好好对他，好吗？好好对这个妻子，都不容易。谢谢了，请回。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请回，请回。